分中国男人最缺的不是 money， 也不是颜值，而是压迫感。这是一种独属于强者的独特气场，是他人敬畏你，但是他不敢冒犯你的一种人格魅力。但是现在很多兄弟给人一种软塌塌的感觉，毫无立场，逆来顺受。在事业上可能还好啊，但是一到了感情里呢，如果说就是他喜欢这个女人啊，皱个眉头，他可能就紧张到手心冒汗了。如果说这个女人说一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，他信念会直接崩塌掉，甚至会开始追问为什么呀？我哪里不够好吗？ OK 兄弟，我告诉你，这种没有压迫感的顺从只会成为别人拿捏你的资本，因为你这就是在告诉女人，你的内在价值是不高的，你不值得他长期选择。就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兄弟啊，32岁，自己投资项目每年稳定呢，收入也有70-80个啊，有钱也有闲。他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生，就是娃娃脸啊，眼睛大大的那种，是这个兄弟喜欢的类型。本来他想随便接触一下，但是有一次呢，他在送这个女生回家的路上啊，就偶然遇到了一只受伤的流浪猫。当时这个女生马上就跑过去把这个小猫抱起来，眼泪汪汪的就跟这个兄弟说，我们把它送去宠物医院吧，等等等啊。那这个兄弟的原话呢，他当时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看到他这样软软萌萌还为流浪猫着急的样子，就是他心里有一种微妙的感觉，是很难去形容的。但是他在当时就知道啊，他喜欢上那个女孩了。那后面呢，这个兄弟就开始一顿猛追啊，天天花样送礼，还在网上学什么聊天呢、情话呀、技巧啊这些，甚至啊，女生随便就是去玩了个吃大闸蟹的梗，兄弟也马上哈巴哈巴的给他做好，送到楼下去。但就在这个兄弟自以为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却说了一句什么：你人真的很好，也很优秀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。但当我看到他跟这个女生的这个聊天记录了之后啊，我就知道了这个女生说出这句话的根源啊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有一段是这样的，这个女生是这么说的啊：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才能得到你的喜欢。但凡懂一些女性思维的兄弟都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个是女人在试探，在释放窗口，对吧？希望你去进攻。如果说这个兄弟展现一点自己的框架、自己的价值，他拿出一个高位者姿态，那么这个女人就可能会被征服。可是这个兄弟是怎么说的啊？他说：你现在把手机前置摄像头打开就知道了。看似很高明啊，实则龟的不行，甚至还有点油腻。你们要知道啊，不管女人是试探你的心意，还是说做朋友，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废物测试。说白了，就是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又没有办法给到他一种就是愿意被征服的感觉，所以他会给你设置一些筛选机制。一方面呢，这种模糊的态度能让一些感情框架不坚定的弱男知难而退啊；另一方面呢，也能强化他自己在男人心里的情感烙印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说你想破局，你就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女人她其实非常享受那种就是在强男面前提心吊胆、如履不冰的感觉。这种强迫情绪是会使她本能的着迷的。虽然说这个兄弟的情况比较紧急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让他马上去回复，而是先分析了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个逻辑，以及两性关系的认知结构。那接着在第二天，我就让这个兄弟回了一个字。我知道各位看到这个回复会有点懵，因为你们面对女生飞测的时候，不是去追问原因，就是说一句好吧。但其实不管是哪种方式，动作都是不对的，你是在自降身价啊。但是我们这里呢，没有反驳，没有遗憾，而是一种毫不 care 的这种毫不客气的方式去挑战女生。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被冒犯、被忽视了，并且他会想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么无所谓的吗？难道他不喜欢我？那之前那些表现是什么意思？那女生当时的反应呢，跟我预测的是差不多的啊。女生直接回了一个问号啊，然后说一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当时直接回复啊，不理解但尊重，莫名来张好人卡，你应该有你的理由吧？啊，女生当时就回复了，说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关系太近，容易被人误会啊。但如果说你没有想法，那就最好。那可能有的兄弟会觉得什么，好像这女孩这不错啊，没想法还要说清楚，也没有去要吊着这个兄弟的这个意思。但是焦哥告诉你们，这个就是大部分女人惯用的筛选机制，也就是反向博弈，会用边界划分的方式去试探男人的内核的稳定程度。如果说你真的就顺势的放弃了，那你大概率
就会被打上低价值的标签。所以当时啊，我们是这么回的：到底是怕别人误会，还是怕你自己误会啊？接着呢，我们再说了一句：我去公司了，空了再说吧。圈们知道最顶级的强者是什么状态吗？就是永远没有人敢忤逆他，也没有人能够带偏得了他的情绪。你们要知道啊，在面对女人所谓的拒绝、所谓的冷淡、所谓的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要做的永远不是解释，也永远不是什么自证，而是保持自己的思维独立性，去切断被女人影响的情绪能量。就像这里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在展示了压迫性之后马上又要撤退啊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切断女人想用拒绝去试探兄弟的框架的这种想法，不仅完美破解了女人的失职，还能顺势的激发出她内心的征服欲。毕竟啊，对于我们女人来说，得不到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没有再主动找过这个女生了，而是利用了这个空隙，继续去给这个兄弟补足情感认知，以及带着他解构了女性思维的一些底层逻辑，并且啊，我也帮兄弟重新打造了他的一些价值体系吧，包括一些价值展示。那这个女生在中途也给他点了赞的。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，这个女人在这1周多一定是在关注这位兄弟的。之前的留白呢，也说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而这些点赞就是他撒下的饵料，他想要等待这个兄弟再次去主动。不过啊，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兄弟去当鱼的，我们要当就要当那个垂钓者啊，因为这个女生是朋友介绍的嘛，那我们就利用好朋友这个桥梁，对吧？我们要去做好信息传递。为什么我经常跟你们强调说，不同的情况一定要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运用，只是底层逻辑一样啊，技巧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环境以及条件是不同的。那当时呢，我就让兄弟故意带上了之前的那个朋友去参加交友派对。那你说，作为他俩的一个牵线人，他会不会去关心情况？会不会去问这个女生咋回事啊？肯定会，对吧？啊，就算他不问这个女生，那我们也可以让他问，对不对？啊，并且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什么？这个朋友啊，晚上回去一定会通风报喜，比如说就会跟他讲说，哎，兄弟正在跟新的人去接触，并且这些人呢，个个也都不比他差。但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的，目的呢就是请君入宫啊。果然啊，当天晚上这个女生的消息就来了，就说啊，就问好玩吗？那我们回复的是啊，在忙，等10分钟啊。女生呢就回复说好吧，然后过后呢10分钟后啊，我们就说了啊，你继续啊。女生说你这是去参加相亲交友派对了？哎，我们直接回复就这事儿啊，32岁的单身男性参加相亲交友派对，难道不是很正常吗？女生当时又回复了啊，说你半个月前还在说喜欢我这个类型，今天你就去相亲了，你真会玩啊。我们直接干嘛？把之前说的这个话给截图过去啊，然后我们再说一句，健忘吗偶像？既要又要的样子一点都不可爱了哦啊！我相信啊，80%的兄弟都是不敢说出这句话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们会在当下那种关系里会害怕得罪女人，会害怕她真的会离开，但是你们这种畏畏缩缩的感觉就会显得你整个人都很弱，你整个人是很好掌控的，甚至会觉得你是没有男性魅力的。那为什么我们敢在这里去直接给出上位者的压迫感？因为前面的铺垫已经把危机感拉满了，而兄弟呢也已经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内核，所以我们非常有把握能让这个女生不仅不会离开，反而还会因为她这种不害怕失去的强势而靠近啊。过了一会儿之后呢，这个女生就回了，她说了一句什么啊？她说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？那我说不让你跟那些人接触，你就可以真的不接触了 ？OK，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，她现在啊完全不装了，一副女朋友吃醋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其实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宣告胜利了，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占据着高姿态的，用强势和压迫情绪去带领了这个女人，而在这个女人的眼里呢，她就会觉得这个男生这个位兄弟他是充满吸引力的一个强男。但是兄弟的交付呢还没有结束，毕竟他现在只是吃透了强势压迫的刚啊，还没有吃透扮猪吃老虎的柔。而一个男人最顶级的状态以及一段关系最稳定的模式，一定是刚柔并济，
这样才能够管理好关系，才能够获得真挚的爱。但我也知道啊，很多兄弟的思维早就固化，不是一味的模仿聊天，就是一味的模仿技巧。可是在焦哥这里，兄弟们你们永远记住啊，有问题滴滴，不要一味的照搬模仿，毕竟我们专业的是人性，而非技巧或情感。OK， 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